很多海外的粉丝朋友没有办法注册登录小红书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手把手教大家顺利登录小红书，并且解决在海外手机无法收到短信验证码的问题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普。和之前教程一样，我会先演示一遍顺利的注册登录流程，然后再逐个讲解大家可能会遇到的困难。首先，我们先下载好小红书 APP。如果说你现在身处海外，并且已经提前在中国大陆下载好了这小红书 APP， 那么请你先把它删除掉，用你现在本地的 Apple ID 去下载最新版本的小红书。比如说你现在在美国，你就用美区 Apple ID 去下载小红书；比如说你现在在马来西亚，就用马来西亚的 Apple ID 去下载小红书。下载好小红书以后，我们打开来到登录页面，这里有两个选项，一个是使用微信登录，如果说大家有微信 WeChat， 那就直接用微信登录就好了，会容易很多。但是很多海外的粉丝朋友是没有微信的，我们点击其他方式登录，选择使用手机号码登录，在这里全球各地的手机号码都能够使用，请注意点击这里，选择正确的电话区号，例如你的手机号码是台湾，那就选择+886，如果是新加坡号码，那就选择+65。如果到这里一切顺利的话，你就能完成注册登录了。但这里会有非常多海外的朋友会出现没办法收到短信验证码的情况，或者短信发送条数的限制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接下来我给出解决教程，因为我们整个注册登录环节实际分为3步。第一步，手机端发送申请注册请求，通过通讯公司传递请求，最后小红书服务器端返回应答。这3个环节任何一个出现问题，都会导致我们注册失败。我们首先来到第一步，我们先排除设备端的问题。第一，大家收不到短信，可以来到 WhatsApp 里面去看看，因为我们海外用 WhatsApp 聊天会更多一些。如果说你的 WhatsApp 注册的号码是和你刚刚在小红书填写的号码是一致的，你不妨来到 WhatsApp 里面去查看一下这个短信。有不少粉丝通过这个方法也成功了。第二个，我们可以重启手机设备，这里有不少粉丝朋友通过这个方法就已经成功了。第三个，更换 iPad 设备，我们可以使用 iPad 设备重复一下我们刚刚那个注册流程，当然你也得下载一个新版本的小红书，有不少粉丝朋友也通过这个方法成功了。第四个，手机设置了短信接收黑名单，关闭短信拦截，我们来到这里，点这里，把这个短信拦截把它关闭掉。再下一个，来到通讯公司端，这里我们要核实一下，第一，手机话费是否充足，我们可以打电话以及发短信向通讯公司咨询一下你的话费，看一下是否能够准确收到短信。第二个，是否关闭了漫游，我解释一下为什么。很多海外的华人会打开漫游，不然是没办法使用这个境外流量的。但是我们申请小红书这个验证码的时候，记得要把这个漫游给关闭掉。苹果手机来到设置，找到蜂窝网络，选择你填写在小红书上的号码，然后把下面这个数据开关给关闭掉。如果你是安卓手机，同样的，但是因为安卓手机的型号太多了，那我用我的来举例子，还是来到设置，找到网络选择，选择你刚刚填写的那个号码，点击进去也能看到这个数据漫游，把这个按钮给关闭掉，那就可以了。第三，联系通讯公司确认一下手机号码是否有短信限制的可能，因为海外每一个地区、每一个国家，它的短信认知是不太一样的。你可以打电话给当地通讯公司，核实一下他们是否能够收到小红书的短信。那么有些粉丝通过这个方法，他核实到通讯公司其实是能收到小红书的短信的。那么剩余的问题就来到我们最后一步了。那最后一步，我们需要向小红书官方提供一些申诉了。小红书官方叫鼠队长，这是小红书官方邮件，大家可以暂停去看一下，记录下来。那么各位可以准备好以下这些资料，交给官方的人员去审核，让他们协助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。在这里，我给大家提供好了一个邮件模板，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模板去更改，填写上你自己的一个信息。小红书官方的鼠队长一般会在24小时内给我们回复，然后大家按照官方的一个回复进行排查就可以了。那么到这里，大家几乎是可以把这个账号给注册申请下来的，并且成功登录的。最后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些经验，为了防止我们再次丢失账号，没办法短信登录，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绑定一个社交媒体账号。目前小红书支持微信、微博、QQ、Apple ID 的绑定，并且我还建议大家在我的账号与安全这里设置一个登录密码，未来大家可以用这个登录密码进行登录，也能够用社交媒体账号进行登录，这样就万无一失了。如果各位在这个过程中还遇到什么困难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看见会及时回复。后期我会分享更多自媒体网络平台一些注册、设置以及内容营销、自媒体经营的一些教程，希望我分享内容能够帮到大家勇敢的迈出副业赚钱第一步。OK， 我是阿普，我们下期见。